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！又到了西西姐姐讲故事的时间了。今天的故事是我是霸王龙。听，故事开始了。以前，很久以前，在一个悬崖顶上住着翼龙爸爸和翼龙妈妈。有一天，翼龙妈妈下了一个蛋。一天晚上，那个蛋咕噜咕噜地转了起来。噼啪，可爱的翼龙宝宝出生啦！爸爸和妈妈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很用心地抚养着宝宝。爸爸给宝宝喂了好多好吃的东西，多吃点吧，你要成为一只强壮的恐龙。妈妈抱着宝宝哄他睡觉，你要成为一只善良的恐龙呀。爸爸教他怎么飞行，你好好听着，拼命地张开翅膀，用力地踢打地面，乘着风就行了。只要你飞得高，就算遇到粗暴的可怕的霸王龙，也用不着害怕。寒冷的下雨天里，妈妈用自己的翅膀护着宝宝，不管谁遇到困难，你都要帮助他呀。然后翼龙宝宝扑棱扑棱的一天天长大了，终于长得和爸爸一样大了。一天晚上，爸爸看着睡着的儿子说，这孩子这么大了，快要和我们分开了。他一个人能行吗？不要紧，这孩子已经长大了。可是他还不太会飞呢。那就要靠他自己了。听到爸爸这么说，妈妈忍不住扑簌簌流下了眼泪。然后他俩一起飞上天空。这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夜晚。早晨，小翼龙醒过来，哎呀，爸爸妈妈不见了，他们到哪儿去了呢？是不是去找东西吃了？可是等呀等呀，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。小翼龙大声地喊叫，爸爸妈妈！他不断地叫啊叫啊。小翼龙哭着哭着就睡着了。这个时候，从悬崖底下，一头霸王龙瞪着眼睛爬了上来，快够着小翼龙了。这个时候，轰隆，火山喷火了，大地咚咚咚地摇晃起来。霸王龙从悬崖顶上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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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哐当，霸王龙摔到了地上。小翼龙走过去的时候，霸王龙正痛得嗷嗷嗷地叫呢。哇！小翼龙想，怎么办呢？爸爸曾经说过，霸王龙是个粗暴可怕的家伙呀。过了一会儿，霸王龙一动不动了。这个时候，小翼龙又想起妈妈曾经说过，不管谁遇到困难，你都要帮助他。好吧，小翼龙把岩石一块一块地搬开。他把岩石全部搬开了，但霸王龙还是一动不动。哎呀，他伤得好厉害呀！要不要紧啊？小翼龙轻轻地说。这个时候，哎呀，身体动不了了，眼睛也睁不开了。怎么了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霸王龙很伤心。原来他连眼睛都受伤了。小翼龙正想着，霸王龙突然用很可怕的声音问，谁在那儿？原来他连眼睛都受伤了。小翼龙正想着，霸王龙突然用很可怕的声音问，谁在那儿？小翼龙吓了一大跳，不由地说，我是霸王龙。啊，和我一样的霸王龙？那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细？
那不是因为大声说话对你的伤口不好吗？小翼龙使出浑身力气，扯着嗓子吼叫着。小翼龙觉得受了伤的霸王龙好可怜，决定照顾它。下雨天，小翼龙用叶子盖住霸王龙，像妈妈曾经为它做的那样，温柔的、轻轻的。小翼龙还为霸王龙红果子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其实鱼更好吃，但我还不会飞到海边。不，我是说我还不会跳到海边呢。霸王龙一声不响地听着。从这以后，小翼龙不断地把红果子衔回来，喂霸王龙，就像爸爸曾经为他做的那样，喂好多好多。过了好几天，一天晚上，当小翼龙抱着红果子回来时，看见霸王龙正瞪着眼睛，嘴里叼着鱼呢。它站起来了，眼睛也看得见了。小翼龙吓了一大跳，红果子噼里啪啦掉了下来。听到声音，霸王龙回过头，叼着鱼蹦蹦蹦地走了过来。这个时候，小翼龙想起爸爸曾经说过，你好好听着，拼命地张开翅膀，用力地踢打地面，乘着风就行了。你飞得很高，就算遇到粗暴可怕的霸王龙，也用不着害怕。小翼龙拼命地张开翅膀，乘着风就行了。小翼龙觉得风正托起自己的翅膀。爸爸说的对，我在飞呢，飞得很高，我会飞啦。乘着南风，小翼龙扑棱扑棱地越飞越高。霸王龙吼叫着，望着越来越远、越来越小的霸王龙，小翼龙想，霸王龙的伤好了，眼睛也能看得见了，太好了。如果我真的是头霸王龙，也可能和它成为朋友吧。再见，霸王龙。霸王龙不再追赶小翼龙了，他朝着星空小声地说，我早就知道你是翼龙，我特地捉来了你喜欢吃的鱼，想和你一起吃，然后看着你的脸说声谢谢。真的，谢谢你呀。霸王龙一直望着小翼龙消失的地方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要像小翼龙一样善良，在对别人善良的时候，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哦。如果有想听的绘本故事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下一次西西姐姐会讲评论区点赞最多的绘本故事哦。喜欢记得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